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新手课程的讲师，我叫小杜。那我们今天新手课程要上课的内容呢是 TradingView 的设置与操作。我们今天会讲解一下，带大家设置一下 TradingView，然后包含说我们 TradingView 有什么功能是我们平常可以做使用的，平常会去使用到的。好，首先呢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怎么去搜寻我们要观察的项目。观察的币种，左边这边有一个放大镜，然后商品搜寻这边点下去，点下去之后呢，这边可以选全部股票、基金、期货、外汇、加密货币等等嘛。那你其实在这边打上你要观察的，不管是你要观察股票啊，还是说你要观察加密货币，还是外汇等等，打在这边就可以了。像是好，我们要看 BTC 的话，就是直接打 BTC。对什么币 USDT， 然后合约的话就是加一个点 P， 就是合约的意思。那如果你是要看现货的话，就 BTC USDT 就可以了。好，点 P 是在看合约的话，就是不管你今天是什么币，你想要看合约的话，记得加上点 P。那可以看到这边呢，就是很多 BTC USDT 点 P， 对不对？这个呢，为什么会那么多个？因为很多交易所都有上架 BTC USDT 的合约，那后面这边就是这个它的交易所。那今天你要在币安做合约的话，你就选币安的；你要在 OK 叉就选 OK 叉。今天就是看你什么交易所，你要在什么交易所上面做操作，那你就选什么样子的交易所。好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地方是右上角这边有一个观察清单、详情跟新闻。这边也有，然后这个加号点下去，有一个新增商品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看哦，像我们刚 BTC USDT 点 P， 好，这边可以看到后面是不是有垃圾桶啊，跟这个加号？加号的话是会把它加入观察清单里面，然后如果你有加进去，好像我现在加进去，它就会跑到最下面这边嘛，然后我再把它删除，最下面这个会不见，这样可以把它加入观察清单里面。当你们在找的时候呢，就会比较方便。如果说你都是固定看几只币的话，就把它加到清单里面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新增观察清单、新增币种的部分跟搜寻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在做技术分析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看时区嘛，有什么高时间框架、中时间框架、低时间框架、天图、月图、周图、天图、4小时、1小时、15分、5分钟的 K 线图。那时间的话会在上面这一栏，在一开始啊，你们有的时间可能是什么4小时天图，只会有少几个时间的范围而已。那我们在看很多，像我们 SMC 的话，我们会参考很多的时间框架嘛，会有高时间框架会有月图、周图、天图，中时间会有4小时、1小时，然后低时间框架会有30分、15分、5分、3分或是1分嘛。那我们在这么多时间的状况下，我们不可能说哦，每次我要看我都要把它点开，然后找说我要看的时间框架在哪边。所以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箭头这边点下去，这个时间后面都会有星号，像这个10分钟好了，后面就会有垃圾桶跟星号，星号点下去，它就会跑到上面的这个功能栏这边，就会帮你把它加上去，那它就会一直在上面这里。好，这个就是把它加到最爱的意思。好，那这个是时间的部分。另外一个部分呢，是我们会用到的工具。那以 SMC 为例的话，我们会用到的工具大概就是上面工具栏这一些，趋势线啊、矩形，然后斐波那契回撤，还有这个水平射线也可以用。然后固定范围成交量分布图、多头跟空头部位，还有这个斐波那契对称扩张、趋势扩展。斐波那契趋势扩展，大概就这几个。那如果说你有想要加其他的，像我加这个圆圈啊，然后笔刷、路径图这些，都可以自行再额外添加。那加上去，怎么加到这边呢？也是一样，左边这里有一整排的工具列，这里图案的右边有一个这个箭头，点下去之后就会有各个工具。工具的右边一样会有星号可以点，点下去它就会跑出来。
点下去就会跑出来。好，那趋势线的话呢，会在第二个图示的这边点下去之后，我们这里会用到趋势线跟水平射线。再下一个这里我们会用到斐波那契回撤跟趋势扩展，就是对称扩张，趋势扩展。好，然后再接下来这个没有，再下一个多头跟空头，还有固定范围成交量分布图，这里有3个我们会用到的。好，那再下一个矩形路径图的话，可以视个人看要加不加。这还是有人没声音，肯定是 DC 的问题。DC 的问题吧，应该是 DC 问题。ATC 排一起。哦，好，下面成交量怎么看？等下讲，试试看。好，我先继续，先把这个讲完。我接下来下面这边就没有了，那么就看你们想要，可能你平常会习惯用到什么东西，你就把它加上去。那有些人可能会发现说，奇怪，为什么我工具列加上去了，加星星了啊，然后上面这一排跑不出来？那你们就可以去看一下最爱。这边找一下，都不见了，等一下，是我见了吗？啊，在这里，最下面这里有一个常用绘图工具列，点下去就会跑出来了，然后如果说突然发现它不见了，有没有去看一下是不是工具列关掉了？好，然后刚刚有同学问说下面的这个成交量怎么开嘛？这里如果平常应该一开始设定的话就会有，然后就是把眼睛点开就好了，左上角这边。那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上面这里这个是 K 线图，就是你看你是要用什么线 K 线啊？正常来讲大概都是一般 K 线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成交量要在技术指标这边加，这个点下去，然后你就打成交量就可以了，直接打成交量就有了。然后就点下去，它就会跑出来了。不要再删掉。OK。从这个地方加技术指标。可以吼，刚刚有问问题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讲一下每个工具怎么去做操作，大概怎么操作。第一个是趋势线，它就是两点连成一线嘛。那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拉一条很直的横线或直线嘛？拉一条很直的直线，可是呢，我们可能有些人手会抖啊，不然点歪歪的怎么办？你就点着其中一边，然后按 Shift 它就会自动帮你拉成直线，它会有大概九个维度吧，1、2、3、8个，4、5、6、7、8个维度，8个角度可以调整。我们拉直线的话，就是按 Shift。它就会帮你拉成直线了。好，那再来呢？另外一个是说我们都要看针尖嘛，看针尖有没有超过，有没有 BOS 嘛。那就这个一样点下去，按 Ctrl。你们看我现在十字标在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我如果在这边按 Ctrl，我的十字标会吸到它这个针尖上面。那如果你是在针尖的位置按呢，然后它就会吸到实体上面。所以说你就这样按住，然后点一下，Ctrl按住之后点一下，
后呢按 Shift 啊就可以往右边拉，就可以直接很明显的去看说哦实体 K 有没有超过。啊，这是快捷键，Ctrl 跟 Shift 拉直线跟磁铁的功能。像磁铁功能的话，这边也可以开弱磁铁或强磁铁，但是有些时候并不是说每一次都需要用到磁铁嘛，所以可以直接按 Ctrl 会比较快。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地方，我按 Ctrl 就有弱磁铁。手机版的教学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再回到趋势线，我们在它每一个工具都可以加文字，也可以改颜色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设定，可以点这个趋势，你可以点趋势线2下，或者是点一下，然后上面它这里会跑出一栏，它的设定的这边这个齿轮点下去。点下去之后呢，样式可以去改它的颜色、粗细，然后要不要延伸。那文字的部分，把它点下去，这边颜色可以设定大小，然后粗细跟斜体。再来新增文字这边，我们就随便打一个好测试。好，那它就可以选择你文字要在哪边，要在顶部、中间还是底部。然后呢，这个你要靠左、靠右还是靠中心？那像是 BOS、MSS 或者是流动性列取，就可以用趋势线来做表示。啊，设定完之后，记得这个范本点一下，点另存为，看你是要存什么，然后就点储存。那如果说原本已经有的话，就会问你要不要取代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点储存，它就会储存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去把它设定成喜欢的颜色，或是比较明显的颜色。像我其实我都设定白色，趋势线我都设定白色。强磁铁是实体 K， 弱磁铁是其实我也不太知道，因为我很少开磁铁，然后都开弱磁铁而已。可以试试看是什么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差别应该是在这里。弱磁铁是说你要靠近 K 棒一定距离，它才会吸上去。强磁铁是你在这根 K 棒上面，它就是直接帮你吸过去。差别在这里而已。好，然后我们刚刚讲完趋势线了嘛，我们接下来就讲这个矩形。矩形呢，就是顾名思义，就是拉出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。那做设置的部分呢，一样可以从样式去看，说你要不要延长，向左右延伸。框线的话，要不要有外面的框线？中线要不要打开？那如果说我们在看缺口的话，通常中线是会去把它打开的，因为我们会去看缺口中间嘛。缺口的中线啊，有开没开其实都可以。然后背景呢，要不要有背景？它的透明度也都可以做调整。文字的部分就跟刚刚新增那个趋势线的 BOS、MSS 那些一模一样，颜色、字体大小，然后粗细跟要不要加粗体，要不要斜体，文字，然后对齐哪边都可以做设定。设定完之后记得把它另存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。另外一个叫做斐波那契趋势，斐波那契回撤，它的用法很简单，就是两个点而已。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设定，可以把它截图下来。我们会用到的呢，平常会用到的就是最佳进场点位跟0.5的折溢价区嘛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设定在同一个。也可以把它分开设定，像0.5跟这个折溢价区，0.5的折溢价区跟最佳进场点位，你们可以把它设定一起，就是这个数值再加上0.5，这样也可以，或是分开都可以。那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个是在进阶课程里面提到的，进阶课程里面提到的是一个盘整的范围，可以拉的斐波那契，跟长期看趋势，哪边是支撑，哪边是阻力，也可以看。数值的部分你们可以去做记录 ，YT 上面、YouTube 上面有回放，都可以看。
然后这一集错过的话，你也可以去看其他集。我们都是一个课程，然后过一段时间会轮流一整套的课程，过一段时间都会回到同一个。好，那0.5、0跟1这个就是折溢价区，上面是溢价区，下面是折价区嘛。然后呢，0.62、0.702、0.79这是 OTE，就是最佳进场点位。那盘整区间的拉法的话，这个负0.10、0.17，应该是0.83、0.83、0.5、0.17、0跟负0.1，它上面就是1跟1.1。这几个数值可以截图下来。好，那至于怎么拉呢？可以去看那个精修版的 SMC 精修版的影片，或者是我们之前的影片应该都有提到怎么拉啊。如果说你们今天就是看过了不会，也可以在今天上课的时候问，或者是你们就是初学者刚学到一半，然后问的话也可以问，等一下都可以一起做讲解。好，设定的部分，怎么设定呢？就是这个一样点2下，或是齿轮点下去。样式这边这个打勾的话，它这个数字就会显示出来。那你们可能会觉得说，找不到，对不对？就打勾下去，这边可以做调整，数值可以调整，颜色也可以，包含要不要背景。然后反转其实就是数值反转而已，就数值反转。所以有时候拉错边，你就把它打开点反转，这样也可以。要不要显示价格？然后这个水平数值要不要显示？就是这个0点多少要不要显示？然后后面的价格要不要显示？大概就这个样子而已。好，下一个是这个成交分布图。这个水平射线它就是延伸线的意思，就是点一下，然后它就会帮你延伸。像我吸在这个针尖，它就是会直接帮你对照过去，右边的价格是这个点位，对照过去的价格是多少，它就是水平射线。好，然后这个固定范围成交分布图，它使用的方式是点两根 K 棒。它的使用方式，它不用看说今天要点在 K 棒的高点、低点还是哪个地方，它就是 K 棒上面都可以。就选2根 K 棒点下去，先把它叫出来。设定的部分，有些你们正常来说一开始只会有中间只会有一条叫做 POC， 在这里在样式里面只会有一条 POC。POC 呢是代表说这一个范围内成交量最高的地方。那 VAH 呢就是它的成交量仅次于 POC， 然后价格比 POC 高。VAL 就是成交量仅次于 POC， 但价格比 POC 低。那我们在 SMC 里面呢，我们会参考这3个位置，所以要点进来样式里面，把 VH 跟 VL 点开，不然原本应该是只会长这个样子，直接把它打开。那有些人呢会把后面的这个数值区去把它关掉，那我自己个人是建议说不用去调整它，可以把可能上面下面这边调淡一点就好了，但不要完全关掉，因为呢后面这些柱状图它都是有参考价值的，所以如果我完全关掉的话，有些时候你们做单的时候可能会觉得，怎么好像踩到哪里突然弹起来，或者突然跌下去，怎么感觉明明就还没有踩到成交量分布图的3条线的位置，它就跌下去了，因为它有可能就是踩到这种高成交量的地方，所以我个人会建议说不用去把它关掉，就留着就好。然后包含说这个数值输入这边行数，正常一开始来说应该是24，行数应该是24，是预设，有点到吗？预设行数是24，那有没有改都没差，其实差别不会到太大，像这个就完全没有差别，因为它的成交量就都很高。那它唯一有差，它可能会有一点点落差。唯一有差的是，可能因为行数比较少的话，它显示的就不会那么仔细；行数越多，它显示的越仔细，因为它分布的那个
这个柱状会越多根嘛，那你就可以看出说它成交量越高的地方到底是哪里。那举例来说好了，用24，它可能这边在233里面它的成交量高，可是233下面这边更高，但是因为行数比较少，23的行数比较少，所以它可能会觉得 POC 在这边，那你切到233就会发现 POC 跑到这边，这个也是有可能的，但看习惯就好，就是依个人习惯去使用都可以。这个没有说哪一个才对，也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。这是固定范围成交量分布图。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空头部位跟多头部位跟空头部位这两个一起讲。我们可以看这个是空头嘛，我点的位置可以看到右边这边好是11783.08，对不对？我点下去，那你们在做单的话，这个11783.08就是我的进场点位。那多空怎么拉？上面这边是止损，上面这边止损的位置，你拉完之后，它会显示在右边这边。下面是止盈的位置，这个都可以去做调整。中间有一个风险报酬比，就是你的盈亏比，你用多少的止损去换多少的止盈。就是假设说1:2好了，1:2，那就是你止损1倍，止盈就是止损的2倍距离。那多头也是一样，点下去的那个位置就是你的进场点位，上面是止盈，下面是止损，那这个都还可以做调整。好那这个呢会用到的时候，通常就是可能你在你想要复盘用模拟仓的时候，就可以利用这个多空去看后面有没有跑到你的止盈，或者是你今天你想进场了，那你可以在图表上面去点一下你要进场的位置，这个可能做空，进场位置止损拉哪里，然后止盈拉哪里，这样去把它设置起来，那你就可以直观的看说你的进场位、止损位、止盈位，把这个数字 key 到你的交易所上面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另外一个是这个趋势扩展，这个的话，它会需要用到3个点，就是你需要点3下。那我们的操作方式呢，就是我们会点在反向扫损或是 IDM 的时候，那它的位置呢，好像是这里有流动性猎取嘛，就是扫损的意思。那你用趋势扩展的话，就是抓这个第一个高点，然后最低点跟这个猎取的这一根的最高点，然后它就会帮你拉出反向的止盈位置，这个可以拿来当做止盈的参考。就是说你今天你不知道你止盈要放哪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拉这个。如果刚好有反向扫损或是有 IDM 出现的话，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斐波那契趋势扩展去帮你找可以止盈的位置，但是这个是数值，是参考而已，它不完全说今天一定会到哪里。那如果以几率来说的话，一定是1.5最容易抵达，在2.5，那4就会比较难一点，这就是几率的问题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会用在新高啊、创新高上面没有目标可以参考的时候，出现反向扫损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斐波那契趋势扩展去把它拉出来，找我们止盈的参考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平常会用到的工具就大概就讲完了。然后呢，好讲一下可能比较少人会用的。一个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去找某一个日期，然后呢，你会觉得可能2024年的8月2号好了，那你就要一直往前面拉嘛。那其实下面这边有一个日历，有一个前往道，就点下去，它可以在这边去做调整。我要去2024年8月2号，然后前往，就可以直接跳过来了。这是一个小技巧，就不用左右在这边拉。好，然后好，这个如果说你一开始你点进来，然后你发现你 K 棒超长超丑，然后大到看不清楚，滑鼠标在价格这边点2下，它会帮你调成适当的大小。
啊，然后价格上下呢是 K 棒的长度，左右是胖瘦，滚轮也可以，滚轮在画面上就是它的粗细，价格就是长度，然后下面就是粗细。那如果在画面上的话，就是这样横幅。好，哦，还有什么可以想？这个分类，分类。这边呢，你们可以看到哦，我这里有分成 SMCSNR，然后参考的指标还有什么钠值，一堆有的没有的去分类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分类？这个观察清单点下去，点下去之后呢，点这个增加板块，增加板块它就会出现这个 Section 2，然后按2下它就可以改名字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其他的拉进来这个区块里面，不需要的话再删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平常如果好看不到，那就把它关掉。还有这个的话，这个就是好像我这边有这个嘛，这个BTC 的那个市占率，点低的话是市占率，这个你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。今天呢，市占率越高，就代表说越多人买比特币，然后市占率变低，就是大家可能在出货，所以比特币的市占率就变低，这样。点低，点低，市占，然后这个 BTC 惊叹号，这是期货，你们可以稍微记一下。然后像是以太币也有 ETH 点 D， 就是以太币的市占率。好，图上下这里版面设定，上面这里有个版面设定，点下去。好，那如果说要上下或是左右的话，这个要买基础会员，至少要基础会员。如果你是免费的话，就只有1个，然后买最便宜的那个就可以分到2个，就可以去分2个。这个应该可以分到哦，最基 essential 的话就只有2个，再上去才有3个。对，看个人需不需要啊。它的好处就是说，它的滑鼠的那个游标会在同一天的日期上面。但如果说不需要用到那么多功能，你就开2个分页嘛，就开2个分页，然后左边放一个，右边放一个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然后呢，刚看到红色清单嘛，就是你在前面点它，它就会跑到其中一个清单里面。然后还有什么快讯？快讯，假设说快讯是什么？就是说价格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的手机就会跳通知，你的电脑就会有声音跑出来。那好，假设说好，今天跌破这个低点，我要我的 TradingView 通知我可能想要突破那个支撑，我要做空啊，我就在这边这个价位点一下，然后在这边新增快讯。好，快讯的话，你们可以去设定，说你的。像它一开始的初始设定，它这边会有一条虚线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很丑，所以我就把它关掉。设定的话在下面这边，这个价格下面这边有一个设定，然后更多设定，这边有快讯，可以去把这个快讯线关掉。好，那这个就点一下，你可以选择说碰到价格就叫一次，碰到价格就叫一次，还是它只有1次，就是碰到，然后这个快讯它就叫一次，这个快讯就不见了，这个都可以设定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物件数跟可见性嘛。物件数就是说，这里物件数是第三个这里。那你们看，我只要拉一条线，它就会跑出一条趋势线，一个新的物件嘛。好，拉这个，你拉几个，它就会跑出几个。那今天，我只是单纯说，哦，我今天复盘好了，我复盘我可能拉了非常多的趋势线，拉了超级多条，拉了超多条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可以把它
你就可以点一下一个趋势线，然后把这个加号组成一组绘图，点下去，然后就可以把趋势线拉过去这个群组里面。那今天好，你今天在你复盘完，你想要看盘的时候，不想要被其他趋势线影响，可以直接在这个群组把它眼睛把它隐藏掉，先暂时把它隐藏掉，这样也可以。然后我记得它可以一起选，在这个画面上，然后你就按 Ctrl 把这2条一起选上来，它就会显示说是哪2条，所以是这个游标放这里，它也会显示说你的这个是哪一个趋势线，这是在群组里面的这2条好了，可以一起把它框起来，然后一起把它移到这个群组，一起隐藏或是一起删除都可以。好，还有另外一个是，这是物件数，另外一个是可见性。可见性呢，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在画不同时区的结构的时候，啊，我可能画在1小时，画在4小时，然后切到15分钟，1小时跟4小时都会混在一起，会影响视觉嘛？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工具，一个小技巧，可以去把线去适当的隐藏掉。像我现在画在1小时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点下去，好，点下去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可见性，然后我就把其他的关掉，然后点确认，你会发现，我点到1小时以下15分、5分，那条线就会不见了。然后我切回去1小时，那条线就又出来了，刚刚的线在上面这里不见了，切回去1小时就会出现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刚刚选择范围是1小时到24小时都有显示，所以如果说我只想要1小时出现的话，你就选1就好了，1到2。那我去选4小时，会不见，没有不见，好，确认，好就不见了。1小时在，然后4小时就不见了。这个是可见性。然后呢，设定完之后啊，记得去把它储存。这可见性设定完之后，一样用这个定存，然后储存是1小时的什么线？储存之后呢，你每次你设定完，你就点1小时 BOS， 它就会设定到这个可见性的这个数值里面去。这个是可见性的设置。OK， 还有什么没讲到的吗？这个看到什么就讲什么。这个右上角这边是像我这边有储存线上课啊，这个是模板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说你今天你不用这个版面会比较方便，比较快，你也不用删来删去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是截图。截图的话，很多人会直接就是用电脑荧幕这样拉的截图嘛。那其实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快照，快照下去就会是你整个的图案，它的画质跟该截的东西都会截到，而且比较快。然后或者是说，快捷键是 Shift Ctrl 加 S， 然后这个它就会直接复制，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贴上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应该都讲到了，应该讲的差不多了。还有这种下面这种快讯线啊，都可以透过这个设置就把它关掉，这边都会有快讯事件的话，你看我把它点开，然后它就会下面啊就会跑那个。最近没有消息吗？这里这边会有显示，这是人家发表的东西，人家在 TradingView 上面发表的，他不喜欢看就把它关掉。
记得下面会有闪电。反正呢，就是说你版面有什么东西你不想要看到，你就是透过这个下面右下角这个设定去把它关掉就可以了。然后你的版面就不会那么的乱。全部都从这边去设定做调整。OK， 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方案推荐，你是说会员的那个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觉得要看你个人的使用程度。像其实我也就买最基础的那个而已，因为其他上去的话，我觉得它的 CP 值没有到那么高，我就只有买这个，因为除非说你要一次看很多的币，不然其实正常来说，你只会看比特跟以太的话，买2个就够。然后指标的话，你也我觉得要看你的使用程度啦，对吧？像我就不太看指标，我就不需要看到10个、25个、50个，对。然后那我觉得，对啊，其实就算你真的要用的话，我觉得 Essential 就很够用了，对吧？因为你如果真的要上去 Plus 的话，那你 Plus 我记得是最浪费的，就是 CP 值最低的，它比这个 Essential 才多出3个，然后呢，然后它的那个 K 线一模一样，就1万根而已。所以如果说真的要买 Plus，那干脆不要买 Essential 就好，不然你就要大腿捏着去 Premium。但是 Premium 的东西又不一定用得到，对吧？如果说其实没有需要看到那么多东西的话，其实你可以等到，你可以先用免费版的，然后等到黑五应该也快到了，你就等黑五的时候再买就好，然后就一次买1年份，它会打折。然后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会捡到1块是用 1美金试用 Premium 1个月。就一开始是会有一次的免费试用嘛，然后呢，你免费试用完又捡到那个1块美金 Premium 再用1个月，我的就是这样，捡到那个好康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就那时候刚好遇到黑五，但是我的 Premium 还在，我又不想要把我的那个1块 Premium 用不见，因为你黑五一买下去，你的那个1块的 Premium 就是变成说你的2个买的东西重叠，它的时间，会那个吗？好像不会，它时间好像会加上去。但是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，那这样我到底要不要买？后来我黑五没有买，结果我1块 Premium 的使用的时间结束之后，它打的比那个黑五还要多折，所以我就买了。但如果你就是有黑五的话，就等黑五再买了。黑五的折扣是整年下来也是最便宜的。对，然后对，感谢提醒，就是那个 FB 或 IG 上面都会有那个投放广告，说什么超便宜多少钱，然后什么大回馈免费1年，那个都是诈骗，对，那个都是诈骗。真正的就是唯一官方购买管道就是这个，你的账号这边探索方案这边，从这边去买，一定不会有问题。对，网络上看到什么
看到什么超级优惠啊，还是什么大折扣啊，那个都要抱有怀疑的心，通常都没有那么好看。好，那我 YT 先下播。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，都可以直接到 DC 上面做询问，也可以直接开票仓我。